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款口感轻盈绵密、口味清新的日式轻乳酪蛋糕。制作轻乳酪蛋糕，我们需要用到奶油奶酪120克，加入80克牛奶，放在小奶锅上开小火隔水加热，不断搅拌至奶油奶酪软化，并与牛奶融为一体。家里有微波炉，也可以用微波炉10秒10秒的加热，中间每次拿出来搅拌一下，直到加热到这种顺滑没有颗粒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把它从奶锅上拿下来，加入30克无盐黄油，黄油无需提前软化，我们利用奶酪壶的余温将黄油融化，这样可以帮助降低奶酪壶的温度。搅拌到黄油完全融化就可以了，先放到一旁备用。准备3个鸡蛋，平均带壳每个在60克左右即可，不要太大或太小。将蛋清和蛋黄分离，蛋黄加入到刚才的乳酪壶中，蛋清加入到一个干净无油的大碗中。分离蛋黄这一步一定要在一个单独的小碗中进行，以免不小心打破一个蛋黄，毁掉一盆已经分好的蛋清。蛋清中混入过量的蛋黄会导致打发失败。将蛋白先放置冰箱冷藏备用，把蛋黄与乳酪壶搅拌均匀，然后杀入20克低筋面粉和10克玉米淀粉。加入玉米淀粉的目的是让蛋糕的口感更加轻盈，没有的话用等量的低筋面粉代替也是可以的。接着用蛋抽将面粉与乳酪壶搅匀，这里面糊很稀，面粉量相对很少，所以画圈搅拌也是没关系的，不用担心起筋的问题。用一个比较细的筛网将乳酪壶过筛，这样可以去掉未能搅匀的面粉颗粒，也可以去掉搅拌中产生的小气泡，使面糊更加细腻。盖上保鲜膜，放到冰箱冷藏至完全冷却，具体的时间取决于你乳酪壶温度有多高，或者也可以冷冻10到20分钟，让它快速降温。这期间我们来准备一下模具，因为我们会用水浴法来烤制，所以制作轻乳酪蛋糕我们最好选择固底模具，底部垫一张裁好的烘焙纸，这样才能脱模。如果使用活底模具，至少要在外面包3层锡纸来防止底部进水。因为我的模具不是防粘模具，所以侧面还要涂抹上黄油来防粘，也是为了顺利脱模，尤其是底下这一圈比较容易粘连，要多抹一点黄油。乳酪壶冷却之后，我们可以将蛋清放到冷冻室冷冻10分钟，这期间可以开始预热烤箱到130摄氏度，蛋清冷冻到边缘有一点冰碴就可以了。蛋清其实在室温最易打发，所以冷冻蛋清的目的并不是让它更易打发，而是让它打发速度更慢一点，这样打出的蛋白更加细腻稳定，更容易掌握打发的程度。像蛋清中加入4克柠檬汁，可以起到稳定蛋白霜的作用，使它不容易消泡。用电动打蛋器中高速打发，当看到蛋清出现鱼眼状大泡泡的时候，加入1/3的细砂糖，继续打发。糖分3次加入，可以溶解得更加充分。如果你遇到蛋白霜打不起来的情况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发过的打发蛋白的专题视频。当看到蛋白霜出现纹路之后，换用中低速打发，这样一方面是方便掌握蛋白霜的打发状态，避免一不小心打过；一方面低速打发可以去除高速打发时产生的大气泡，使蛋白霜更加细腻。打发过程中要时不时停下来检查一下状态，像这种还很有流动性的状态是不够的。我们需要的是提起打蛋器，盆中的蛋白霜能够立起来一点，但是尾部形成大弯钩，而打蛋头上的蛋白霜像这样自然垂下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湿性发泡状态。这里用蛋抽检查更容易看清状态。蛋白打发不足，后面容易消泡，而打发的太硬，蛋糕烤制时膨胀力太强，容易开裂。将冷藏好的乳酪壶取出，冷藏过的乳酪壶会比刚才稍微浓稠一点点，更容易与蛋白霜混合。将1/3的蛋白霜加入到乳酪壶中，用刮刀翻拌均匀。因为乳酪壶比较稀，蛋白又打得比较软，这一步一定要确保两者混合均匀。刮一刮碗底，确保没有乳酪壶沉淀在下面。将两者质地混合均匀之后，再倒入回余下的蛋白霜中，用刮刀以翻拌的方式拌匀。将刮刀伸到碗底，从底部将下面的面糊翻上来，转个角度再重复，
因为乳酪糊偏稀，如果这一步不翻拌均匀，就非常容易出现乳酪糊在烤制的过程中沉淀，使蛋糕出现分层。所以要像这样刮一刮碗底，以免有乳酪糊沉淀。但如果搅拌过度，面糊消泡，同样会让蛋糕底部出现布丁层。所以这一步翻拌一定要用刮刀来操作，才能以最少的翻拌次数达到拌匀面糊的效果。拌好的面糊仍然比较稠，质地比较均匀细腻，不会看到明显的气泡，底部的颜色也是均匀没有分层的。将面糊从高处倒入到模具中，这样可以去掉面糊中的大部分大气泡，然后轻震模具，去掉残存的大气泡。准备一个深烤盘，至少要能够盛 1.5 到2厘米深的水，把蛋糕放在里面。水浴法可以避免蛋糕表面开裂，控制底火温度不会过高，还可以让蛋糕口感更加湿润。将烤盘放到烤箱中下层，比较小的烤箱可以放下层。向烤盘中倒入 1.5 至2厘米深的温水，上下火130摄氏度烤60分钟。最后再转至150摄氏度，让蛋糕表面上色。上色阶段所需的时间不固定，所以要一直在烤线旁边盯着。等到颜色满意了，就可以马上把蛋糕拿出来了，不需要在里面焖着。蛋糕出炉后，马上在桌子上震2下，震出里面的热气，防止蛋糕严重回缩。然后将蛋糕侧立起来，慢慢转动模具，让蛋糕侧面自行脱离模具。底部还有少许粘连的部分，可以用小刀慢慢将它分离。在上面扣一张油布，然后扣一个板子，将蛋糕翻过来，让蛋糕自行落下。然后再马上找个盘子把蛋糕扣回去，防止蛋糕顶部的皮掉落。这样我们的蛋糕就脱模成功了。轻乳酪蛋糕可以趁热吃，也可以冷藏几小时后食用。热吃时口感更加轻盈绵软，像在吃云朵一般；而冷藏之后的轻乳酪蛋糕口感更加绵密，芝士味更醇厚，却不会过分甜腻，更能够突出轻乳酪蛋糕的特色。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冷藏后的轻乳酪蛋糕的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它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